为什么美国纽约的老房子越住越舒服呢？城市如何与时间做朋友？一幅画，一句话，城市建筑美学的观察，记录一座城市，不止在街上行走，也在抬头看见那些沉默的楼。纽约老房子的秘密。纽约是一座由老楼构成的城市。走在曼哈顿，你会不断地路过一些看起来比你年长100岁的楼房，砖石仍然在发光，窗框依然在挺立，楼梯不摇不晃。住在里面的人走出来都带着一种从容，仿佛时间在这里也学会了慢一点。很多第一次来纽约的人都会问，为什么这里的住宅楼栋则100多岁，却住起来比新建的还舒服呢？我以前以为这是浪漫，后来才明白那是制度、文化对建筑深深的尊重，共同拖住了这座城市。纽约市的老楼房不是自然保养得好，而是被严格的、持续的、温柔而坚定的守护着。城市为他们设下的规矩，是这座城市真正的守护天使。所有6层以上的老楼，每5年都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身体检查，不是隔着街看一眼，而是真的搭上脚手架，贴着砖石去敲、去听、去找裂缝与松动。一块砖松动就必须立即修，一条砂浆裂开，不能留给下一个冬天。纽约的维护制度从不依赖自觉，它靠责任、强制与清晰的法则。老楼房能继续住，是因为他们被要求持续保持年轻。老房子的楼内也是一样的，楼梯要畅通，管线要健康，漏水、霉菌、不良的通风都不被允许的。室内的温度要稳定到让人冬天只能在家穿衬衫。每一项都写进了纽约的房屋维修规范。城市不允许建筑衰老，因此建筑就不会轻易衰老。租户共同承担，让建筑成为集体的生命。在纽约，照顾好建筑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资产。纽约的住宅楼大多数是合作公寓或者共管的公寓，这意味着所有的住户都是业主，是股东，是共同的守护者。大楼有维修的基金，需要修外墙就修，需要换设备就换，不是那种谁来出钱的争论，而是我们一起照顾好它的默契。一栋楼能活100年，靠的不是奇迹，而是住在里面的人愿意与它一起承担。在纽约，有居民居住的楼是不能被整栋楼封闭的，因为修缮的通常采用分段包裹的方式，既保护建筑，也尽量不干扰日常的生活。纽约对内装的哲学允许改变，但是不允许伤害。纽约允许你重塑室内，但是前提只有一个，不能伤害这栋楼的身体。于是你会看到一些特别纽约式的装修逻辑：木地板必须浮铺，不能钉在楼板上；吊灯必须悬挂，而不是直接固定。原结构的梁柱不能削弱，所有的电气管线必须可检修，水管的改动必须顺着旧河流走。装修不再是征服空间，而是
与一栋建筑温柔的相处。在百年的老楼里面生活，你会慢慢的体会，最好的改造是让当代的生活与旧时代的结构自然的并存。一栋老楼的立面，总能看到岁月与多次修补留下的细微痕迹，而维护得更讲究的楼，则会把这些痕迹处理得几乎难以的察觉。纽约的老楼是被时间、制度和温柔共同托住的生命体。纽约最迷人的地方不是老楼多，而是这些老楼被严肃的制度保护着，被居民们主动地维护着，被装修者温柔地对待着，被文化认同支撑着，所以他们不老，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被放任的衰老。著名的烫斗大楼自从2019年起清空所有的住户，整栋的建筑被脚手架与防护网包裹着，正在进行一场从办公楼到高端公寓的彻底改造工程，预计2027年完工。在纽约从里面到外面翻新的一座老楼，考验的从来不是决心，而是财力、物力与耐力。在纽约，住在老楼房里面是一种和时间共处的体验。纽约让我了解了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建筑和人一样，不怕老，怕的是被忽视。被认真的照料的事物不会衰败，只会变得更稳、更美、更值得托付。你在百年的老楼房里面生活，既能感受到过去的呼吸，也能在当下构建自己的次序。纽约的老楼房不是运气好，他们长寿，是因为无数人的规矩、耐心与温柔，让他们持续的换新。纽约的这座老楼之城，看看一座城市如何在时间上保持年轻，也希望由此给我们生活的一些参考。城市的年轻不是靠新建，而是靠持续的修补。观察纽约不是为了复制它，而是为了学习一种态度，让城市真正的成为一个可以托付未来的地方。纽约的老建筑靠什么守住百年的无恙？香港的大火新闻让我突然想起了在纽约工作与生活的人们。城市里面那些动辄100年以上的老建筑物，是如何在时间与风险中安稳的屹立呢？纽约的城市面貌并不年轻，办公楼、游泳的健身中心大多建于上世纪初，砖墙深沉，木梁古老，历史的气息浓得像水手能从墙缝里掉下来的一样。但是越是老建筑，越看得出这座城市对火灾安全这件事情的执念。第一道安全是日常的烦人，但必须存在。几乎每半个月，楼道里面的喇叭都会响起一段刺耳的警报声，类似逃生的演练。你永远不知道是例行测试，还是某个角落真的有异常。但是大楼里面从不允许以为没有事，这是一种假设危险永远存在的系统性文化。现代楼宇中常见的智能报警系统，在纽约的老建筑里面一样普及。无论是哪层楼、哪条走廊，只要温感器或烟雾器有一点点读数异常，全栋楼都会被提醒。哪怕只是烤箱的门没关紧，哪怕只是一个传感器的误读，系统宁愿的过度反应。在游泳馆经历过一次救生员突然吹哨，让所有的人立刻上岸。人们一头雾水地裹着毛巾站在池边，等了10几分钟才确认根本没啥事，但谁都
不会抱怨，因为所有人的心里明白安全就是这样看似小题大做的坚持。第二道安全是建筑本体的严格要求，无论是新楼房还是百年的老楼，防火墙都是必须的。这不是业主的意愿，而是法律的刚需。防火墙被设计为一旦某个单元起火，能够把火势困在原地，给整栋楼争取逃生的时间。而纽约的市政府5年一次的全市建筑安全的检查，也绝非是走形式，而是每栋楼都会在系统里面留下完整的记录，小到灭火器的更新日期，大到消防通道是否的通畅，都能检查到。纽约街头常见的金属逃生的楼梯，则是这座城市的标志。多少的电影里面逃亡的场景都出现在这里，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他们是无数的住户最后一道生命线。即便现在新楼栋已经不再采用外墙的逃生楼梯，老楼的话依然定期的检修，依旧保持可用的状态。第三道的安全是火灾重在防范的共识。在纽约，你几乎不会看到被锁住的安全出口，也很少遇到被货物堵住的消防通道。任何公共的机构、写字楼、学校都对可逃生这件事情重视到神经质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日常的运营。香港大火让我们再次的直面一个事实：火灾不是靠救，而是靠防。纽约的经验能改进吗？当然可以。尽管纽约做了很多，但依然存在改进的空间。老楼的布线复杂，电气风险仍然的存在。很多百年的建筑物的线路虽然多次翻新，但是结构的复杂，仍然容易出现老化短路的问题。推动业主主动深层次的电路更新，比贴几块新灭火器更关键。冬季易结冰不够友好，它的历史悠久，但是确实不够现代化。雨天天气金属的楼梯易打滑，新建的材料或者是替代方案是未来必走的路。警报的系统过于敏感，也可能导致心理的疲劳。纽约的系统宁愿错误，也不宁愿漏掉。在实际当中，频繁的误报容易让人麻木。如何让系统更精准是技术需要继续攻克的方向。所有的城市都一样，只有提前重视的人才能活下来。纽约的火灾安全文化本质上是4个字：宁可过度。它未必完美，但是却在100年里面救过无数人的命。香港的悲剧提醒我们，城市不仅需要地标的大楼、商业的繁华，更需要那些不起眼的，但是永远不能松懈的细节。走廊是否通畅，警报是否灵敏，逃生口是否被锁，这些往往决定生与死。愿更多的城市从纽约的执念里面学到一点点的不小心，在危险降临之前，把每一个生命接住。纽约房东告诉我，他家的这栋房子100岁了。电梯的门像一扇普通住户的门一样，电梯到了需要自己动手打开，有时候神奇的有自动打开的效果，那是因为里面有人出来了。纽约，尤其是曼哈顿的房子，很多房龄已经超过100年，需要经常的修缮，也偶尔有盖新楼，四处可见脚手架，尤其是楼下人行道的部分。跟法国巴黎的房子比起来，纽约的房子太新了。美国老房子怎么样？美国购买老房子的人多吗？我们理解新房子的诱惑力，全新的电器、地板、供暖、制冷和电气系统等一切。相反，
购买一个需要重大改造的美国的老房子，也令众多买家们所担心。然而，翻新过后的老房子会散发出的魅力和潜力是不可以复制的。那么，美国老房子能买吗？美国购买老房子的人多吗？老房子的价格更便宜。美国什么样的房子可以算作老房子呢？通常，一栋房子如果没有使用高性能的现代建筑材料，基本可以归类为老房子。这些房屋的年份久远，比如说1970年之前建造的。买美国的老房子可以帮您省钱。经过改造焕然一新后，老房新生的市场销售比同等的规模的新建房屋价格低10%到20%左右。深度改造翻新的老房子，大多数设备能维持理想的使用年限。虽然新房子在前期不需要什么维护成本，但是新型的节能产品将推高房屋的造价成本，最终推高了销售的价格。美国老房子的特点，建筑的质量会更好。美国有着许多热衷于购买老房子的粉丝，他们感叹现在造的房子没有以前的好了。的确，许多以前的房屋在建造之初的第一目标是经久耐用，有些方面至今无法复制，比如以前建房用的木料都是老树制成的，抗腐属性的极佳，而且不容易弯翘。还有墙面的部分，有些老房子可能采用灰泥和车床的建造，在结构上比现代的房屋的墙体更加的坚固，并且有更好的隔音绝佳性能。老房子的秘密潜力，地段好的美国的老房子有价值吗？首先，老房子的地段是许多新社区无法比拟的。他们可能处在一个很好的地区，比如学区的资源好、犯罪率低、步行方便的优势。一个成熟的社区也是众多美国购房者需要权衡的部分。老房子的土地面积更大的数据显示，新建住宅面积的平均值从1990年的1938平方英尺增加到2016年的2300平方英尺，但是同期的土地面积从8250平方英尺减少到6970平方英尺。很显然，建筑商们在抠地，他们更愿意在小面积的土地上盖大面积的房子，降低新房的成本，才能带来更多的利润。然而，当房价快速上涨的时候，土地的价格也会顺势的迅速拔高，这反过来会推高房屋的售价。因此，为什么很多的老房子虽然挺旧的，但是依靠土地面积大的优势，而许多人购买的原因。很多客户都问过我，为什么美国几十上百年的老房子还能保养得那么好，住得那么舒服呢？这背后可不光是建筑材料的差异，更关键的是背后的维护理念。首先，房子的长寿基因在于它本身的设计。美国的木质结构的房子其实是一个被低估了的黑科技，它韧性极佳，抗震性好，配合内部的隔热材料，冬暖夏凉还省电。更重要的是，法律对私有财产的强力保护，让这些房子只要维护得当，就能稳定的传承下去，这才是他们能成为传家宝的基石。但是光有基因还不够，后天的精心保养才是关键。第一，防水，定期检查下水道系统和隐蔽处的漏水。一个老化的水管或一处慢渗透，可能就意味着未来的墙壁发霉。
结构受损和一张天价的维修单。第二，防虫，别把白蚁只当成电影里的故事，它们专吃木结构，是房子的隐形杀手，需要定期请专业的公司检查，花小钱才能免大灾。第三，防天，留意你所在地区的典型天气，提前修剪院中的枯枝，加固屋顶，以应对风暴冰雹。这些的预防措施都能在关键的时刻保住你的房子和钱包。总而言之，美国的房子之所以寿命长，是优秀的基因加上精心的保养，还有共同作用的结果。把房子当成一个需要长期关爱的伙伴，它才能为您稳稳地创造价值和家的温暖。其实，美国和国内建筑最大的差异是建材。国内一般采用的是钢筋水泥，而美国的通常是采用木材。选材的差异很大的程度导致了房子寿命的不同。经久耐用，大家有可能不知道，其实美国的木材结构的住宅是现代房屋结构中最经久耐用的结构之一。木质房不仅可以保持长久的寿命，还可以维持其良好的状态。在美国，目前有95%的居民都是选择木质材料的房子，所以在美国几十年甚至100年的房子都是非常常见的。早在18世纪，北美就开始使用木质结构的房子。其实中国也是非常早就使用这种技术了。我们熟悉的故宫等历史的建筑物都是使用木材建造的，经历数百年、千年的洗礼，屹立不倒。抗火性木质房在建造的时候通常会配合使用全封闭的耐火石膏板装修，这一墙体组合的抗火性是非常强的。石膏板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可以根据室内外的温度进行自然的调节，所以住在木质房里面会觉得冬暖夏凉，十分的舒适。而且当木质的含水率低于19%的时候，多数的昆虫就不能存活，而用来建造木质房的木材平均含水率只有17%。跟砖混结构相比，木质房的韧性更强，而且木质房的箱式结构又将重力均分，加上自身的重量轻，同时有很强的弹性，对于瞬间冲击、荷载和周期性破坏会有很强的抵抗能力，所以在地震当中受到的地震力的影响会减少，不畏地震。而且木质房可以在地基发生移动时，因为强大的韧性可能复位而不至于发生倒塌。且日本政府在神户大地震后发布法律，要求所有的民用住宅必须采用北美的木质结构房。这就可以看出，在所有房屋的建造当中，木质结构房是最具有抗震性的。学过物理的读者都会十分的清楚，木质房是很好的电绝缘体，因为它具有低传导性。在同样厚度的条件下，木材的隔热性比实心的砖墙的住房要高3倍，比标准的混凝土高16倍，比钢高400倍，比铝高1600倍。而且木质结构的住宅在内部会增加石膏板、玻璃棉等热的不良导体，使木质房成为一个相对密封的空间，这样会减轻受到外界气候的影响，有着防电隔热的功能。还有法律的保护，除了木质材料的耐用导致了美国房子的长寿命，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导致了美国房子的长寿命，就是美国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直白一点来说，就是没有人来拆他们，只要房子还能用，就不会有人来拆。
而且美国的宪法第5修正案明确的规定，行使国家征用权必须满足3个必要条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拆迁，对拆迁户提供合理的赔偿。拆迁的过程当中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所以即使是政府来征地，如果当地人未能获得公平的赔偿，就不能以公共的利益的理由来征用。房子维护注意事项：华人在美国投资始终觉得买房子才踏实，但是不幸的是，不少的华人来美国以后购买了房子，却对于房屋的安全防护两眼一抹黑，经常一些小问题没有得到重视，而造成后来花了不少的钱还有精力。院子里面的危害：暴雨带来的狂风或者飓风会卷起碎片，危害到房屋和汽车。这时候我们就要修剪院子里面的树，将那些枯树枝剪下，尤其是靠近房子或者是公用线路的树枝，让树枝栽培家来检查院子里的大树。将院子里的碎石子换成柔软的覆盖物或者泥土，将你房子周围的护栏扎牢。在一场风暴到来之前，将院子里面最容易被风刮跑的东西移到家里面。如果说家里的下水道系统老化了，就会出现发霉和腐烂，对房屋的结构带来威胁，也会让你多掏钱，对环境还不好。你可以用水泄漏检查系统检测一下房屋，这种系统能检测湿度和温度，这样即使漏水也能很快的发现，不会造成毁灭性的漏水。白蚁听起来像电影里面的东西，但是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它会吃掉木头、木板或者是墙纸。这种时候只能请虫害控制公司来检查一下家里。根据避雷研究所的数据，每年美国因打雷引起的房屋起火损失高达10亿美元。给整个屋子都装上过载的保护装置，能够在打雷的时候避免房屋着火。保护美国房子这些事是不能省的。虽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冰雹，但是一旦有冰雹，就意味着房屋和护墙板保不住了。所以先看看你家是不是会有冰雹，有的话加固一下屋顶吧。家里可能有不少的虫害，即使在阁楼这么小的地方，马蜂或者是蝙蝠都有可能过来筑巢，损坏房子的电线或者房屋结构。这种情况就要在供电线或者水管通过的狭窄地方和通风口装上铁丝网或者铝网来防范这些害虫。如果家里已经有了这些苗头，需要赶紧抓紧时间来抢修了。出现这些小问题要得到重视，避免造成后果。纽约房价这10年的变化就像一部浓缩的城市变迁史，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把握下一波机遇，布局美国地产。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订阅。